Hello，大家好。疫情爆发之后，经济衰退、高失业率、移民减少，这些现象与量化宽松、超低利率、供应不足一起发酵，然后在错失恐惧症的驱动下，加拿大人开始了史上最疯狂的自嗨模式，使如今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越来越魔幻。本周，加拿大皇家银行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，揭示了加拿大房产市场未来的风险。报告指出，近期的主要风险是经济过热，由于害怕错过的心态正在推动疯狂的投机行为，很多市场买家之间竞争非常激烈，这可能导致房价虚高。如果经济表现好于预期，利率面临上升风险。之前超低利率为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，如果经济快速复苏加剧通胀担忧，导致利率上升，这种风向将很快改变。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，房产市场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，市场越热，政策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。BC 省2016年和安省2017年的事件表明，当价格快速上升的时候，政策制定者们就面临着稳定市场和遏制家庭杠杆的巨大压力。皇家银行预计，今年新增40万1千名新移民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，最多只会有27万5千名新移民。如果移民数量下降，将会抑制住房需求。移民数量持续减少的影响可能会蔓延到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租赁市场，共管公寓市场将会变得异常脆弱。皇家银行的报告认为，高失业率一直是房产市场最大的隐患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份的失业率从去年12月的 8.8% 上升至 9.4%， 上升了 0.6 个百分点，这也是2020年8月以来的最高失业率。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疲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，持续的高失业率已经超过政府经济支持计划的持续时间，这将会大大削弱住房需求。皇家银行还认为，新冠疫情仍然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威胁，因为现在已经出现可能破坏经济稳定的新型变种病毒。在加拿大的主要房产市场中，低负担能力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。温哥华、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高住房成本是加拿大主要房产市场最大的弱点。由于温哥华、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公寓建设势头过于强劲，这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。皇家银行的这个报告还分析了加拿大4个最大的房产市场。首先来看看多伦多的房产市场。皇家银行的报告显示，多伦多自去年夏天以来，房产市场就已经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。害怕错过的紧迫感推动了超负荷的需求。除了市中心的公寓外，待售的库存非常少，独栋住宅的价格正在加速上涨，市场过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由于租赁市场持续低迷，共管公寓的价格基本上停滞不前，这一点和我的判断差不多。但是呢，最近有很多人说多伦多的公寓现在也开始抢 offer 了，对此呢，我持怀疑态度。我的建议是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好好判断一下，到底是真抢还是假抢。因为在大批量的移民进入之前，公寓的空置率和库存量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过度的负担能力是多伦多房产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，这也是多伦多房产市场最大的弱点。再来看看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。皇家银行认为，蒙特利尔的供需状况仍然紧张，尤其是在郊区房价飞涨，市场过热的风险越来越大，负担能力也是蒙特利尔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。魁北克房地产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，2月份蒙特利尔都会区的房产销售数量出现了6年来的首次下降，特别是在蒙特利尔岛以外的地区。很多人解释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可售房源数量不多了，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，相比多伦多、温哥华，蒙特利尔有限的购买力已经不足以在市场中再掀起疯狂的竞价战了。第3个市场是温哥华房地产市场。皇家银行的报告指出，经济活动强劲反弹，强劲的需求大幅拉低了温哥华的库存量，房价正在上升，移民数量的大幅下降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风险。迄今影响最大的是租赁市场，租赁需求疲软和供应增加导致空置率不断上升。
尽管温哥华的房产市场最近情况有所改善，但住房负担能力仍非常低，这是温哥华房产市场风险最大的来源。最后来看看卡尔加里的房产市场。自去年夏天以来，尽管阿尔伯塔省的经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但石油市场正在复苏之中。皇家银行的报告说，卡尔加里的供需状况是多年来最紧张的。不过，这也仅限于独立住宅市场。独立住宅的价格目前正在温和上涨，出租市场的高空置率和移民数量的下降，使共管公寓市场处于高度风险之中。如今，加拿大房产市场疯狂的增长速度，更多的是由于害怕错过的情绪，而不是经济的基本面。快速上涨的价格引发投机活动的加剧，给本来就已经过热的加拿大房产市场雪上加霜。在媒体和利益群体的煽风点火、推波助澜之下，很多人在狂热的市场中彻底失去了理智。我只想在这个时候拉拉你的袖子，说一声：兄弟，你知道吗？你抢的不是 offer， 是债务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